苹果、华为的价格差不多，用起来也差不多，这是什么逻辑？是不对的吧？如果你赚钱容易，选它没错；如果你赚钱不容易，我还是建议你选择苹果。买手机咱不能只看价格，你得看它用多久。苹果虽然可能贵几百块钱，但是能用7、8年，平摊下来反而更省钱。现在挣点钱不容易，我们要把钱花在刀刃上，你说呢？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一位网友看到华为的店里一个人都没有，而苹果店里却是挤满了人。华为没一个人，苹果这么多人排队抢苹果，还要领券，搞这个营销模式，跟不要钱一样是吧？这么多人，还没开门就已经排队了，早餐也不吃。看一下华为里边一个人都没有。iPhone 17系列于9月19号在中国大陆正式上市，销售热度迅速攀升，各地的 Apple 旗舰店人潮涌动，排队盛况空前。部分黄牛为了抢购现货，甚至愿意加价至人民币1500块收购。不少原本力挺华为的消费者也转而投入苹果阵营，成为了新一代的果粉。买苹果的原因是什么？它不是说崇洋媚外，也不是说爱不爱国，你不能因为一个产品来定义一个人爱不爱国。那如果我买一个日常的车，再买一个苹果手机，我是不是就是卖国贼？买苹果手机真正的原因在于对自己负责。为什么苹果手机深受年轻人的喜欢？它的外观设计简约大气，确实有质感，它拍照确实清晰。华为什么100亿、1000亿的像素，但是分辨率就是没它高。屏幕看着就是清晰，拍照就是好看。家人们，我刚刚在华为这个门店过来，家人们看看这个苹果手机现在这个流量，你看楼上楼下，你看看啊，人山人海，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我觉得一个苹果手机店的流量啊，远远大于这个小米跟这个华为啊。很多喷子啊说我这个崇洋媚外啊，消费者的头脑是清醒的啊！你看看这个人山人海，车水马龙。我现在来到华为手机店，现在是下午6点啊，这个时候已经很多人吃过晚饭了。你看看华为手机店现在的流量啊，这个寥寥无几啊，跟苹果的话那是没办法比啊，真是天壤之别呀。华为是真离谱啊！深圳全市误停，人不出门，车不上路。华为的班车走低速也要拉牛马去公司上班，这真是给我看麻了。就要不是我朋友在华为上班跟我吐槽，我都不敢信。就这是一家对外营销以人为本的公司。他说今天整个深圳路上除了华为自驾的上班的车子以外，就是华为的班车了。整个深圳连滴滴都不运营了，想打车去公司都打不到。然后我刚刚刷小红书还刷到有自称华为的员工早上去打的货拉拉上的班。许多网红博主前往深圳参加华为秋季新品的发布会，恰逢台风来袭，华为安排车辆协助他们撤离。不少博主纷纷拍视频，表达了感谢之情。对此呢，很多网友质疑，华为积极帮助这些关键客户安全撤离，却要求自己的员工在台风的天气上班，难道他们就不值得关心了吗？他们的安全就可以被忽视吗？这种对比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简直像是荒诞剧。刚买的华为 Mate 70 Pro 加，华为原装充电线充不上电，一直显示充电的状态。在这放一会儿，电量一直显示39%，这就是现在华为手机的质量。花将近1万块钱买一个手机，给自己找罪受。为什么今年的 iPhone 17系列这么火爆？首发都过去了这么久，还在溢价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感觉今年换17 Pro Max 的人特别多。自从14 Pro Max 以后，苹果的新机啊，基本上都是遇冷。像去年16 Pro Max 首发的溢价就1天，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去换新的17 Pro Max 系呢？站在一个普通消费者的角度啊，我觉得有以下的几个点。第一，首当其冲的就是外观大改。苹果每年的外观大改都会带来销量，还有呢，颜色也会带动销量，比如今年的橙色吸引了五月天的粉丝等等。博主说呢，第二个原因就是今年苹果手机在价格维持不变的情况之下，硬件配置却是有所提升。
这也促使不少消费者选择更换手机。今年中国经济下行，消费降级之下，苹果17却在大陆热销。其中呢，一个推动的因素是政府补贴政策发挥了不小影响力。官方为了拉动消费，推动国家补贴政策。近几年，每逢 iPhone 新机发布，各大电商平台如京东、天猫、拼多多、美团便掀起一番激烈的预售争夺战。京东平台 256G 版本的 iPhone 售价是5999块，在部分地区购买这种版本的用户可以获得500块的国家补贴。而通过拼多多百亿补贴渠道预订同系列产品，最高可享受1000块的优惠，每位用户呢限购1台。我现在来到了苹果手机店这个门口，你们看看这个苹果手机店这个人气这个现在这个时间的话，很多人都回家休息了下午的时候天黑的时候人山人海，车水马龙。我们用这个人气来说话我希望被这个忽悠久了这些这个被征服了那些这个爬不起来的那些奴隶们睁开眼看看这个人气跟数据大家看看在同一个时间段看看这个华为手机店的这个人气我不知道那些被这个忽悠瘸了没有智商或者被征服久了爬不起来的那些奴隶这个能代表这个大多数人的意见吗？iPhone 这次终于扬眉吐气了这个 iPhone 17全系列在京东平台上1分钟的这个销量超过了 iPhone 16全年销量，这个很恐怖这个其中最大的功臣就是 iPhone 17的那个标准版最便宜的一款因为它是加量不加价嘛，各方面都升级了还是比较良心的。然后呢，价格没有变。卖5000多块钱嘛，国补之后应该就是5500大概左右这个样子那这个价格呢，实际上对于咱们国内的手机产生了非常严重的竞争关系包括华为、小米、vivo、OPPO 这个5000到6000这个级别的这个手机也是一个主战场。为什么懂手机的人都选择 iPhone 呢？说实话，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因为只有 iPhone 手机在这几个领域能够做到全球的top one。顶级的 A 处理器，顶级的屏幕色彩，顶级的外观设计，顶级的扬声器，还有顶级的画质。而其他国产手机当中，没有任何一款能够在短时间之内改善其中的一项。我这么说，你理解了吗？新出的 iPhone 17到底有哪些不一样？今天我们就站在女生的角度，不讲任何参数，大白话讲一讲有哪些升级。首先，最大的变化就是屏幕大了。这个大呢，其实是对角线长度的增大，宽度保持不变。这样你不仅阅读信息内容变多了那么一点点，还能快速从老款的手感切换过来，不用担心不好握的问题。屏幕也变亮了，你在户外看视频、发信息也能看得更清楚了，还增加了抗反射涂层，虽然很弱，但实际观感看比前几代都好。屏幕也上高刷了，可能高刷对女生来说没有太大感受，但你相信我，你用了第一次之后就会发现拖动确实更丝滑流畅了，这个你一定要亲眼去体验一下。博主说了，摄像头也有了很大的升级，主摄没有太大变化，但这类超广角变强了4倍。这样一来呢，拍风景会更加清晰，微距也增强了。拍花花草草的时候呢，可以凑得更近了，拍得更好看。如果你喜欢边拍风景边拍自己，可以打开双重拍摄这个功能，这样就可以边拍风景边拍自己了。这是 iPhone 17系列的独有的功能。而且呢，充电和续航也提升了，差不多是1个多小时一点点就可以充满电，续航表现也比过去更加持久耐用。最关键的是，以前内存 128G 的手机是5999块，现在价格不变，容量加大，内存达到256G。本来我只是来看看苹果17的热闹，结果真的给我气笑了。我都在说苹果是来抢钱的，现在苹果17是迄今为止的巅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的 Air 真的好薄，我觉得颜值好高，我真的好喜欢，而且国内也能用一些它这次还特别强调了前置和后置可以同时拍摄，特别适合我这种喜欢记录的小女孩好吗？怎么那是为了我们用户花了心思呢？虽然手机还没到，但手机壳我已经买了2个了。这次发布会它也有单拎出来，把手机壳单拎出来讲，但是呢，我还是喜欢透明盒，可以直接展示我17的高颜值。这位博主认为 iPhone 17的标准版大卖有3大理由。iPhone 的17它的内存升级了，就是原来是128的，现在是256的。大家都知道256基本上大部分的时间是够用的，不需要太大了，很均衡。第二是屏幕，你看这个屏幕原来是 6.1 英寸的，现在改成 6.3 英寸窄边框，这个屏幕对大部分人无论是男生女生都更均衡了。
第3是它的高刷屏 A19 的处理器，4800万像素的这个摄像头等等。它的参数升级了，但价格没加，还是5999，再加上国补。苹果17都出来了，而我的苹果11用了1年又1年。有人问苹果17值不值得购买？值得的，绝对值得的。我用过安卓的，用过苹果的。这个苹果的手机哦，就是像素、分辨率，然后反应速度和安全性可以吊打很多现在主流的安卓，绝对的值得购买。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信号弱。我不知道是我这里弱还是大家都弱。这个苹果手机就是比安卓手机信号弱。iPhone 17值不值得买？我就跟你这么说，17系列是近4年以来最值得买的一代 iPhone 了。如果说13香，那么17就是香级了。为什么这么称之为香级了呢？这么说吧，17标准款也搭载了 Pro Max 120赫兹的高刷，也是 6.3 寸的屏幕。17的标准款就相当于16 Pro， 你相当于花了5000多块钱就能可以买到去年的16 Pro 的性能，你说香不香？一位顾客拿着华为、苹果和小米的3部手机，请维修师傅帮忙判断哪一款最出色。师傅几乎是没有犹豫，直接选了苹果17。他解释说，苹果的高刷是智能的，是为了省电和流畅。这是安卓的主板，安卓的高刷是为了素质好看，动力全开，续航血崩，发热巨大，最后还得锁针降亮度。这是 iPhone 的主板，你看这主板，这散热，这堆料 ，iPhone 是闷着头把基础建设体验做到极致。它可能不会告诉你它有多努力，但拆开全是功夫。安卓是告诉你我，它用多牛的料，但它能不能发挥好，还得看缘分。维修师傅说，他每天拆解手机就像医生看体检报告一样，谁的身体底子差，谁容易出问题，他最清楚了，所以他才会选择苹果17。都说吊打苹果，当我把这俩盖子拆掉以后啊，我笑了。苹果不把你们吊着打都不错了，人家苹果打开以后啊，里头整齐的不得了，主板规整的像个艺术品，你这到处都是撕拉乱扯的排线，一个内部布局这么多年都追不上的，还领先个啥呀？我都搞不懂了，还不让说了。关键是法务永远比销售和售后牛逼，这就是咱们手机的现状啊！所以兄弟们，选手机还要擦亮眼睛，毕竟咱们挣的都是血汗钱。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有不少大陆用户反映他们购买的华为折叠屏手机出现漏液等技术故障，导致设备无法正常的运作。而更令消费者感到愤怒的是，华为售后服务部门以各种理由拒绝提供免费的维修。9月14号，一位消费者披露，他花费1万多块买的华为折叠屏手机，在使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便遭遇了严重漏液问题。尽管如此呢，华为售后仍以种种的理由拒绝为他进行免费的维修。四川成都一对夫妇原本是华为的忠实支持者，为了响应支持国产的理念，他们以7999块购买了华为的 Pocket 2折叠屏手机。然而呢，在使用3个月以后，手机屏幕出现漏液现象，导致无法使用。华为售后处理态度令女方极度失望，她直言不会再购买华为的产品了。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